276属于重型运输机，主担负兵力投送、空降作战、重装空投、货运、救援等多项任务。那么从机体的外形来看呢，它机长46.59米，翼展50.5米，翼面积为300平方米，高为14.76米。1276呢是采用上单翼结构，机翼安装于货舱的上部，这样呢就不会影响机舱的空间。而在动力方面呢，1276安装了4台由索洛维约夫设计局研制的 D30K 系列涡扇发动机，单台发动机的起飞推力为117.6千牛，巡航速度770到800千米每小时。1276最大的特点就是运输能力强，该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90吨，最大载重接近50吨，可以装载40吨的货物飞行近5000公里。那么为了适应野战机场的起降，1276采用前3点式多轮起落架，共20个轮胎。那么轮胎的气压呢，可以根据起降的场地而进行调整。主起落架呢是设计在机舱两侧的整流罩当中，可以避免起落架占用货舱的容积。另外，1276还具备出色的极地起降适应能力，曾多次在北极与南极的极地冰面机场上执行任务。自服役以来呢，1276在世界范围内参加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和救灾行动，是多个国家当仁不让的战略投送主力。我们再来看1276的内舱，舱内的整体容积呢是321立方米，钛合金地板配备了可收放的滚轮输送系统。在机舱的中部的两侧呢是分布有2排可以折叠式的座椅，在满载人员的情况下，1276可以搭载145名全副武装的战士，或者呢是126名空降兵。在机舱后部的舱门呢是由4部分组成，除了向下打开的装卸坡道之外，还有向上收起的后舱门和向两侧打开的隔壳门，所有的舱门呢都是液压控制。此外，货舱有内置的空投伞兵所需的锁具、大型的伸缩装卸跳板和装卸导轨。那么导轨的宽度呢是可调的，可以灵活的装运各种军用车辆或者是设备。在机舱底部呢还有2台电动起重机，每台起重5吨，还有2台绞车，每台的牵引拉力为3吨。那么这些随机装卸系统是缩短了机场装卸货物的时间，增加了飞机的周转率。不过由于受限于原始设计，1276的货舱呢相对较窄，运输较宽的车辆运营是较为困难，因此在执行不同任务的时候，通常需要对货舱进行一定的改装。比如舱内如果增加为2层的情况下呢，搭载的战士就可以增至245名。不过在多数情况下，1276大型运输机都是用不到最大载重量的，因为很多体积超大的物资呢未必很重，而真正的重量级呢往往又占不了货舱空间的多大比例。以此次驰援武汉的任务为例，由于货舱的相当部分空间呢需要用于装载医疗设备和物资，所以为了保证每架飞机上100名左右即将投入紧张工作的医务工作者能够有基本的乘坐条件，这就需要在货舱地板的可卸设备安装座上呢增加一段中央座椅。此外呢，作为一型喷气式大型运输机，1276的货舱呢是气密式的，设有空气调节系统和自动调压系统。飞行时呢，可以根据情况由4台发动机同时供气，或者呢由每台发动机单独供气。紧急情况下呢，也可以由机身左侧主起落架舱前的辅助发动机来供气。另外呢，还有包括24个固定式氧气瓶和11个便携式供氧装置的氧气系统，保证飞机在高空飞行时的舒适性。作为人民空军战略运输力量的象征，1276在此次驰援武汉的任务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有分析就指出，即使在运2里已经列装的情况下，由于1276的数量优势和后勤维护体系相对成熟，